当暴风拳法遇上死亡缠绕，每个0.1秒都有可能诞生传奇。钢铁玫瑰 vs 地面魔女，世纪大战一触即发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老北。兄弟们，本周全球格斗迷的肾上腺素将飙升到极点。UFC 312迎来地表最强女子对决，中国首位 UFC 世界冠军张伟丽即将迎战摔跤系天花板苏亚雷斯，双王争霸，风格极致碰撞。我们来聊一下这场火星撞地球的巅峰之战。技术流派生死簿。张伟丽的重拳就是物理外挂，76%的战力命中率，配上泰森式的勾拳。在卫冕战役中，张伟丽曾以296拳的惊人打击数创造世界纪录，但不要以为他只是暴击战士，进化后的防摔率达到了惊人的92%。上次大战全程压制摔跤手安德拉德，堪称教科书级别，以42秒 KO 对手。反观苏亚雷斯，他就是个人形八角鱼，奥运级摔跤功底让他的 TD 成功率突破了90%。一旦进入地面，蟒蛇脚加十字步的死亡套餐就让7个对手窒息认输。苏亚雷斯必用的死亡3连：低扫消耗、突进爆摔、地面绞杀。但张伟丽的秘密武器是距离控制术，通过高频侧踹破坏对手节奏。还记得他 KO 乔安娜那个致命转身拳吗？这次我们极有可能看到。前面2回合摔跤狂魔疯狂冲击，钢铁玫瑰见招拆招。3回合后，苏亚雷斯的体能下滑，张伟丽的一体打击系将接管比赛。这场比赛还有一些额外的因素，我们来聊一聊。苏亚雷斯的颈部伤患将是他的最大隐患。如果张伟丽能通过高扫爆头迫使对手低头防守，瞬间颈部压力可能让战局突破。但千万别小看摔跤手的意志力，苏亚雷斯曾经带着骨折手臂完成逆袭。张伟丽是我们必须要支持的中国选手。但是塔蒂亚拉·苏亚雷斯也是令人敬佩的女武神，早期的伤病几乎断送了她整个职业生涯。先是颈椎伤病，后面又被检查出得了癌症，癌细胞的扩散不得不切除一半甲状腺和挤出淋巴结。颈椎伤病和癌症的同时入侵，让苏亚雷斯陷入绝望。但苏亚雷斯又有强大的毅力，他没有倒下，恢复训练后最终击败了病魔。后来又以完全碾压的方式击败草量级粗弹幕卡拉埃斯巴扎，巨大潜力被公认是下一个冠军挑战者。现如今已经成功拿到了冠军挑战权，剑指张伟丽。本周末的比赛必定会载入史册，是张伟丽用中国力量卫冕金腰带，还是苏亚雷斯以绞杀风暴登顶王座？本周我们一起来锁定咪咕直播间。当暴风拳法遇上死亡缠绕，每个0.1秒都有可能诞生传奇。兄弟们，我们周末再见。下方小黄车是咪咕的会员包连，大家可以包一单，然后就可以看 UFC 的数字赛了，可以看一整年哦。这里是小北哥的频道，我是老北，我们下期再见。给你10万块钱，你敢不敢去美国的后院打一场比赛？今天我给大家带来2场后院格斗的比赛。第一场比赛，两人的体重都超过200磅，是重量级的拳击规则。胡子哥一开局就开大，这个家伙走上来就是猛攻猛打。我们看一下光头怎么样应对。胡子哥开局打出前刺，但是后手就掉了。反观光头，他是往胡子哥的这个外线躲闪，非常明智的应对，继续拍击往胡子哥的外线移动。胡子哥的后手拳没有用武之地，只能近身打勾拳。在这个距离，光头吃了几个勾拳，往后撤。这个时候重点来了，光头拉开距离，很明显已经做好了反击的准备。第一记摆拳打空，第一个前手拳打空，光头下意识的拿起了后手，有时候本能的反应代表了他平时的训练习惯。第2次前手摆拳依然打空，但就在这时，胡子哥的失误来了。光头推开胡子哥的瞬间，知道机会来了，左右摆拳的进攻打得很精准，甚至打完以后头都不回就知道对手完了。胡子哥2拳被光头打挺。好，下面的时间我们再看一下整场比赛的过程。其实我们可以从选手的步伐也可以看出两人的差距还是比较大的。胡子哥是爱好者，然后光头应该属于高级玩票了。胡子哥被打挺以后，你看这个赛事方都没有什么动作，这时候光头看得有点着急啊，跑过来把拳套摘了，然后做一些急救的措施。从光头的表现可以看出啊，这个家伙经验还是比较丰富的，应该是经常打比赛或者是说参加一些比赛。我们接着来看今天的第2场比赛，黑色短袖的来自韩国街斗小子，这家伙是135磅，黄色短袖的卷毛155磅，两人相差了差不多30磅的重量。带着分指拳套 MMA 规则，一个后手拳迎击把卷毛打倒。卷毛看起来确实壮实很多。街斗小子这个家伙之前也出现过我的视频里，大家如果有兴趣的可以去看一下啊。好，在挑衅对手。
好，街头小子非常自信，手拉得很低，干脆放下来了。卷毛不敢进攻啊，卷毛的进攻意图太明显了，这就是新手的表现。街头小子的后手打中，其实从技术来看，两人的差距还是比较大的。街头小子明显的要高出一筹，但是因为体重相差还是有一些的，所以说卷毛还是比较抗打。你看卷毛是喜欢往前逼近啊，用前手去推一下，然后打后手，但这个后手就很明显啊，就特别明显，一看就知道你要打了，所以说我就可以提前做好反击或者准备。啊，这个脚踢的真的是一言难尽啊！高扫上头，但是没打中。街头小子保持安全的距离。啊，几个勾摆连接，街头小子刚才几拳都打中了。好，街头小子成功抱摔，把这个卷毛给摔倒，现在来一个上位压制。但是卷毛的左手是控制了街头小子的头部。好，这个时间也到了，第一回合时间到了，裁判拉开，中场休息时间。街头小子的团队都是韩裔。第二回合卷毛脱了上衣，可以看到他的体脂还是蛮高的。好，第二回合比赛开始。卷毛这个扫踢踢的真的是特别搞笑啊！卷毛切腿被街头小子打了银击，一个低扫加了后直前摆打中了，街头小子频繁命中啊，这几拳打得很重啊！卷毛现在有点怕了啊，往后退啊，一个转身的腿法，可以看到卷毛的嘴巴已经被打破了，流血了，想下潜抱摔，但是没有成功。街头小子做了一个断头，一个站立的断头台，哇！卷毛拍手认输。这场比赛有轻了接近30磅的街头小子，然后完胜对手。打赢以后，两人还是比较友好的啊。希望这个韩国小帅哥啊，以后可以带来更多精彩的比赛。爱生活，看格斗，这里是小北格斗频道，我是老北。喜欢本期视频，别忘了点赞关注，我们下期精彩不见不散。没有级别划分，没有时间限制，走上擂台必须有一个人倒下。欢迎来到硬汉减速带，减速成功的兄弟留下地狱车牌字母，我在这 A 为大家解说比赛。欢迎来到小北格斗频道，本期视频给大家带来格斗姆达第4季锦标赛。格斗姆达是付费内容，我已经给你们把钱付过了，我只有一个要求，点个关注，点个赞。喜欢老北的解说风格，也可以给个一键3连，感谢大家。锦标赛顾名思义，8进4， 4进2， 2进1，总冠军将会获得10万波兰茨多奇。好，我们废话不多说，进入今天的第一场比赛。大家都喜欢看这个选手的入场镜头啊，我也知道，你们也不要装，喜欢就喜欢，对吧？我就给大家把这个入场镜头多放一点。好，首先登场的阿基里斯，今年29岁，身高194，体重106公斤啊，这个超级大块头。阿基里斯的对手比库，今年35岁，身高196，体重98公斤。也有的兄弟啊是第一次刷到我的视频，和大家说一下 Gronda 的比赛规则。没有体重级别划分，总共打5回合，前4回合每回合2分钟，第5回合开始没有时间限制，直到出现终结为止。使用的是4×4的小型擂台裸拳规则。好，比赛开始。黑色短裤的比库，红色短裤的阿基里斯，阿基里斯往前进攻，比库开始反击，两人都是属于超级大块头啊，身高都1.9米几以上。比库前刺，经过第一轮的交锋，两人现在开始变得谨慎。阿基里斯前点后直，被比库打了一个银击，比库的后手摆拳打得很精准。这一拳加上了阿基里斯往前冲的一个力量啊，然后这一拳打的应该是把阿基里斯给打懵了，阿基里斯立马就爆头了。好，裁判出面，有了第一次的读秒，这个时候的时间仅仅过去了30秒钟。
阿基里斯看看后面的表现啊，刚才冲得太猛了。好，比库往前进。阿基里斯这个拳打的好像落点不太精准啊。比库的手打得很高。前刺，后直，哇，前刺打中，前点后直，再次把阿基里斯击倒，漂亮，非常的精准。那么第一回合才过去了1分多钟，此时的阿基米斯已经是吃了2次读秒，好像有点站不稳了啊！看看裁判怎么判。没有反应哦，裁判终止比赛！哇哦，1分钟时间就已经把这个阿基里斯给 KO 了。这个比库的实力还是蛮强的。阿基米斯非常的沮丧啊。比库今年已经35岁了啊，年龄是有点大了。98公斤，算是轻重量级的。恭喜比库拿到了8进4的入场券，这场比赛算是秒杀，大家看的可能不过瘾啊，我们再来一场。先看一下比库是怎么样击倒阿基米斯的，一个前点一个后直，你看非常的精准啊，都是打在下巴上面，阿基米斯直接就被打懵了。好，大家不要走开，精彩还在继续。我们再来看第2场比赛。如果你还没有点关注啊，一定要给老北点个关注，要不然下次就找不到我了。也祝一键3连的兄弟们和视频里的选手们一样的硬。现场的气氛组这个质量也是越来越高。好，现在登场的是格拉巴斯，今年30岁，身高180，体重101公斤。他们这个选手资料也没有特别详细，好像没有提到臂展，大家可以脑补一下。好，格拉巴斯现在已经走进赛场。下面登场的是格拉巴斯的对手亨特。蒙面大块头亨特，今年30岁，身高178，体重108公斤。一般这种造型啊，一看就是电影里的反派。好，双方准备就绪，比赛开始。光头是亨特，有头发的是格拉巴斯，头发也不多。亨特一直用前刺，前点后直。啊，格拉巴斯开始反击。格拉巴斯一直属于一个比较被动的状态啊。块头看起来是亨特大了很多，但是其实也就只重了7公斤左右。肌肉含量很明显要比这个格拉巴斯要多很多啊，就是你从这个肉眼看起来是要亨特大了很多，大只。亨特看起来好像不怎么灵活，但是打起来还挺灵活的感觉啊。前点后直，格拉巴斯的后手大摆拳，但是打空了。亨特的进攻欲望很强。前摆打空，前点后直，哇，这个前刺拳非常有效啊！亨特的前刺拳打得很不错啊，好像这个亨特的鼻子好像被打破了。前点后直打中，刚才这个前点后直好像把这个格拉巴斯的这个好像牙套打掉了，亨特的鼻子的确已经干出来了。再继续互拼啊！两人没有任何的试探。亨特的这个臂展好长啊，感觉。前摆，格拉巴斯想近身，但是一直都没有机会。啊，互换，刚才好像打到亨特有点反应。第一回合还有几秒钟时间。啊，格拉巴斯现在找到一些感觉了，现在。这时间还没到吗？好，第一回合时间到，应该时间超了一点了啊。我们来看一下慢镜头回放，第一回合。第一回合我觉得是亨特占了一点优，但是
鼻子也被这个格拉巴斯给打破了。前刺打中，那的前手拳打的还是不错的。这个前刺又打中。好，马上进入今天的第2回合。第2回合比赛开始。哇，格拉巴斯往前冲啊，一直是吃了亨特的这个迎击拳。亨特的距离感不错啊。前颠后直，格拉巴斯的这个摆拳老是打空啊，在后直塞中。好，格拉巴斯现在好像已经被 KO 了啊，有一次读秒，我们来看一下，打中眼角了好像是啊。格拉巴斯怎么好像是要认输的样子感觉？这就认输了吗？哦，自知不敌了啊，应该认输了，应该是眼角受伤了。好，放弃了，裁判直接终止了比赛。大家还没点关注的点点关注，我们下一期再继续给大家更新第3场比赛。下期精彩，我们不见不散。